1月15日，备受瞩目的2024年美国小姐选美比赛落下帷幕。来自科罗拉多州的麦迪逊·马什击败了一众强敌，荣膺2024年美国小姐称号。不过，相对于出众的长相和气质，她的另一个身份则更引人注目。麦迪逊还是一位美军现役空军少尉 F-16战机的飞行员，这也使他成为第一位赢得美国小姐头衔的美国武装部队成员。而在美军漫长的历史中，像麦迪逊这样的美女飞行员还真不少。今天大兵来举办一场选美比赛，选出几位颜值和实力都非常出众的选手。首先说明，排名顺序只是大兵个人观点，如有不同意见，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进行讨论。和很多国家一样，美军女性飞行员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少曲折。最早在二战时，为了应对战争，美军决定组建一支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，为此招收了大量女性飞行员，这也是美军历史上首支女子飞行部队，可谓是创造了一个历史。而为了推动这一计划，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美国空军上校杰奎琳·考克伦。今天选美比赛的第4名就授予她。1906年5月11日，杰奎琳出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马斯科吉。从小家境贫寒，养父养母收养了5个孩子，杰奎琳是其中最小的女儿。8岁时，一家人为谋生搬到了佐治亚州。杰奎琳没有机会接受教育，只能前往一家棉纺厂工作，每天重复着枯燥的生活。14岁时，长相出众的她在养父母的授意下，嫁给了一名叫罗伯特·科克伦的美国小伙为妻，并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就在杰奎琳以为生活走上正规的时候，命运又一次和她开起了玩笑。儿子5岁时突然患上了重病，杰奎琳和丈夫举债为儿子治病，可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，这个孩子还是去世了。夫妻俩也因为这件事有了隔阂，最终感情破裂，在2年后离了婚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杰奎琳会因此一蹶不振的时候，她却以极强的毅力完成了人生的逆转。离婚后，她接受了美容行业的培训，很快便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美容师，并由此获得了前往纽约工作的机会。来到纽约后，第一次见到飞机的杰奎琳就疯狂地爱上了它，她渴望成为一名飞行员。1932年，杰奎琳报名参加了飞行课程，只用了3周，她就拿到了飞行员执照。但她并不满足，恰巧此时她认识了一名美军飞行员朋友，在杰奎琳的央求下，这位朋友答应对杰奎琳进行高水平培训，这让她得以精进自己的飞行技术，并且她渴望去更大的舞台证明自己。1935年，杰奎琳参加了本迪克斯飞行竞赛，这让她成为了第1位参加这项赛事的女性。虽然并没有取得名次，但是在和一众飞行高手交流时，杰奎琳还是收获颇丰。往后的每年，她都在坚持参加比赛。1937年，她获得了赛事第3名的好成绩，但她并没有满足。终于在第2年，她赢得了梦寐以求的本迪克斯奖杯。除了有高超的飞行技术外，杰奎琳还非常关注国家大事。1939年9月，二战在欧洲爆发，在很多美国人将战争置身事外时，杰奎琳就以超越常人的预见性，认定战争迟早会波及美国。他立即给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写信，陈述在美军中增设女性飞行员的必要性。不过在那时，由于美国还没有正式参战，杰奎琳的想法被驳回了。杰奎琳并没有气馁，他开始寻找能够证明自己想法的地方。1941年6月，他驾驶着一架轰炸机从美国出发，前往英国，成为了英国航空运输辅助部队的一名机长。在这里，他为英国培养了一大批女性飞行员，这些飞行员为打击德国侵略做出了重大贡献。而随着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，美国被迫参战，军方也开始思考杰奎琳当时的提议。最终军方采用了杰奎琳的建议，
开始允许女性飞行员加入美军，杰奎琳就这样成为了美国空军的第一名女性飞行员。入伍之后，杰奎琳开始着手组建一支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，超过 2.5 万名美国女性进行了报名，最终经过严格的选拔，其中的1074人完成了最终的培训，正式成为了一名美军飞行员。这些飞行员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基地之间运送飞机，并且负责测试新飞机以及培训男性飞行员。而最危险的任务莫过于驾驶受损的飞机飞回基地进行维修。当二战结束时，有38名女飞行员为国牺牲。战后的杰奎琳依旧没有停下自己的飞行事业。1953年5月18日，杰奎琳成为第一位驾驶飞机突破阴障的女性，并且在之后创造了15公里、100公里和500公里航线的世界速度纪录，成为了美军飞行员中的佼佼者。可以说，没有她，美军女性飞行员的出现将会推迟好多年。而作为一个选美比赛，颜值也很重要。虽然杰奎琳生活的年代距离现今较远，但我们依旧可以从一些老照片中一览杰奎琳的风采。不过比较遗憾的是，虽然杰奎琳在飞行上取得了很多成就，但二战后女性飞行员在美军中的发展出现了停滞。因为飞行员过剩，美军于1944年年底解散了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。战争结束后，军中又不见了女性飞行员的身影。直到80年代，美国空军才又重新重视起女性飞行员的价值，加大了对于这方面的投入。时隔近40年，又开始有女性飞行员加入到美军的队列中。而我们今天比赛的第3名塔米乔·舒尔茨，就是在那一时期成为了一名美军飞行员。舒尔茨从小就渴望成为一名飞行员，但因为女性的身份，她只能将这一梦想埋在心底。高中时，她鼓起勇气想报考航天专业，可依旧被拒绝。没办法，只能攻读生物学和农学。而当时美军解除了女性飞行员的禁令后，大喜过望的舒尔茨立刻选择参军。1985年，他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海军飞行员。在军中，舒尔茨驾驶着 F-18 战机执行了很多任务。2001年，他以海军中校的身份退役，但他依旧无法舍弃飞行事业，于是成为了西南航空公司的一名飞行员。而他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名拯救上百人生命的英雄。2018年4月17日，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1380航班准备起航，准备从纽约飞往达拉斯。作为这班航班的机长，舒尔茨对于整个路线再熟悉不过了。可是，在飞到费城西部上空时，这架波音737-700却突然出现了故障，客机左侧的引擎发生了剧烈的爆炸，爆炸产生的碎片击碎了一扇机窗，靠窗的一位女士被巨大的吸力吸出机窗。幸好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客机上的其他乘客合力拉住了他。正在驾驶飞机的舒尔茨立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此时客机距离地面9753米，而机上载有144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，一旦操作失误，将会引发巨大的灾难。机上的所有人都在颠簸中乱作一团，只有舒尔茨保持了冷静。他的脑海中立即出现了应对方案。在安抚好所有的机组人员后，他开始驾驶着客机降落。后来空管员回忆，舒尔茨当时语气冷静的，仿佛在询问晚上要吃汉堡还是牛排。最终12分钟后，客机成功地迫降在了费城，除1人遇难外，其余所有人安全着陆。一时间，舒尔茨成为了英雄，所有人都在赞扬他高超的飞行技术，以及面对危险时极度冷静的飞行素养。可舒尔茨却认为，这只是自己作为一名飞行员应该做的。2020年12月10日，舒尔茨入选国际航空航天名人堂，这也是对于他拯救上百人生命最好的肯定。相对于上面2位女性飞行员的经历，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飞行员恐怕知名度会小一些，但她的经历却更为传奇。在实战中，她的战机被敌人导弹捅了300个洞，却依旧依靠超高的驾驶技术成功返回基地，而她的事迹在近几年才得以披露。她就是美军美女飞行员金·坎贝尔。从1990年海湾战争开始，美军高层放宽了对于女性飞行员的限制，她们被允许和男性飞行员一样参与到实战中。
2023年，伊拉克战争爆发，飞行员金·坎贝尔被派遣到伊拉克参与作战。他驾驶着一架 A-10攻击机，负责打击伊军的地面武装。2003年4月7日，金接到美军请求支援的讯息，他和指挥官克里特纳上校立即赶往交战地点。到达这里之后，金发现有一支伊拉克军队正在利用地形优势疯狂射击一支美军小队。金当机立断，将飞机的高度下降，然后对伊军阵地进行了攻击。很快，伊军便招架不住金的火力，纷纷撤出阵地。不过，伊拉克也有非常完善的防空系统，在见到 A-10支援后，立即将防空机炮炮口对准了金。还有一部分伊军士兵举起了热红外防空导弹。金在一心一意执行着攻击任务，可突然他感觉到飞机产生了一阵猛烈的抖动，而巨大的爆炸声让他意识到自己被敌军击中了。还没来得及多想，金的飞机便失去了控制，开始向左滚动并向下坠落。这架 A-10的液压装置被导弹击中后，液压油迅速流失，没了液压系统，就代表金的飞机上的方向舵、襟翼和其他关键的飞行组件都无法正常工作。特纳见状，立即指示金放弃飞机，进行弹射跳伞，但是无线电里却传来了金冷静的声音：“特纳上校，请允许我再进行最后的努力。我相信我可以操控这架飞机。”金之所以不愿意跳伞，除了降落在伊拉克的领土又被俘虏的风险外，更是因为此时的他处于巴格达地区，这里人口密集，一旦选择抛弃战机 A-10，有很大的可能会坠毁在居民区。对于这样的后果，金更不愿意看到。之前，金在进行飞行训练时，曾经了解过 A-10上的钢索操控系统，但他只进行过一次相关试验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金启动了这套系统。幸运的是，他赌对了，钢索系统被成功启动，飞机开始爬升。就这样，金重新操控了飞机，开始朝着美军基地飞去。当他成功降落在基地的机场时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这架 A-10伤痕累累，机身右侧和尾部有数百个小孔，右侧水平舵上还有一个巨大的破损。所有人都不敢相信金能够成功将这样一架飞机带回来。因为这次行动，金被授予了飞行优异十字勋章，但低调的他并没有将这件事公之于众。他认为这只是一名飞行员应当做的事。因此知道这段传奇经历的人并不多。直到15年后，金的丈夫斯科特·坎贝尔才通过社交媒体公布了这件事，人们才知道这么一位漂亮的美军飞行员。今天大兵就将他排在第2的位置。接下来就是这次选美比赛的第1名。作为一个选美比赛，大兵认为颜值的权重分还是挺重要的。而刚刚荣膺全美小姐桂冠的麦迪逊·马什，毫无疑问的能够在这场角逐中获得第1。但大兵并不是全靠脸来判定一个人是否优秀。认真了解麦迪逊·马什后，你会发现他当之无愧美军最美飞行员的头衔。2001年8月2日，麦迪逊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史密斯堡。虽然和前辈杰奎琳·考克伦一样，家里兄弟姐妹众多，但麦克逊的童年幸福得多。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，母亲是一名律师。在这样殷实的家境下，麦迪逊养成了积极乐观的性格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在麦迪逊17岁时，他的母亲因为胰腺炎去世。这次巨大的打击让麦迪逊悲痛欲绝，一度丧失了生活的信心。可强者总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打倒，重新振作下来的他决心投入到新的生活中，得益于一颗善心。他认定一定还有很多人和他母亲惠特尼·马什一样受困于胰腺炎的折磨。于是他以母亲的名义创立了惠特尼·马什基金会，专门为那些癌症患者筹集资金，并且资助医学家进行癌症方面的攻克试验。成年后，长相出众的麦迪逊并没有选择去一些安逸的环境完成学业。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麦迪逊决心投身于军营。在16岁时，他便通过努力考取了飞行员执照，因此他很快就选择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。在进入到美国空军学院深造后，他获得了天体物理学学位。而毕业后，他并没有满足于此，考取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政策硕士学位。作为一个学霸，麦迪逊还是一位跆拳道黑带选手，真可谓是能文能武。
如今在部队中，麦迪逊已经是一名空军少尉，他最擅长驾驶 F-16战机。对于参加美国小姐选美比赛，起初他是有些犹豫的，但天生喜欢挑战自己的麦迪逊最终还是决定报名。当他获得美国小姐桂冠时，美国空军也在官方社交账号上向麦迪逊表达了祝贺。作为第一位现役军官的美国小姐参赛者，麦迪逊无疑是美国空军最好的征兵广告。而他目前只有22岁，人生便已经如此成功，不得不让人赞叹他的优秀。大兵也对这位美女飞行员非常欣赏，希望她能够在未来创造更多成就。好了，今天的选美比赛完美结束，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见。